好，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我们第5块的内容，就是隋唐时期的建筑遗存和建筑技艺。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讲讲隋唐保留下来的重要的建筑。当然，隋唐保存下来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主要的东西都会涉及到。然后，另外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讲到，这个时期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重要，对于中国建筑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那么，它到底体现在哪些技术和艺术的方面，会对后来我们有所影响？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第一个问题，我们讲一讲隋唐时期的宗教建筑问题。唐朝它的宗教实际上以佛道为主，道，它是因为老子也姓李。他跟这个李唐王朝发生了一种关系，他就把老子奉为他们的祖先，然后当然要尊崇道教。所以在开始的时候，道教是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佛教是在它的下面。到了高宗以后，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以后，那么佛教就开始转盛。当时玄宗下令说，天下州府各建一寺一观，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佛教和道教有同等的地位，而且都要以开元为名，要求这个佛道两教在他诞辰的时候都要给他庆祝他的生日。那么当然唐末，我们讲到唐末会昌的时候，这个佛教发展太厉害了。那么就有了这个会昌的灭法，拆了大量的寺庙，把僧尼都还俗。那么这对于佛教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所以在会昌之前，木结构的建筑，我们现在留下的只有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是会昌灭法以前的建筑，其他的那些我们保留下来木结构建筑都是那以后的。再有就是唐代，由于它跟西域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所以西域的这些什么显教、拜火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这些都有传入，规模都不是发展的很大，跟佛教和道教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那么现在呢，只发现了少量有关的遗物，宗教的这些寺庙遗迹呢，就没有发现有留存的。所以我们主要的、最重要的留存下来的，其实还是佛教的，因为道教的东西后来这个变化太大，很多也没有留下来，那主要的留下来的还是佛教。唐朝把这个寺院呢也分成了4个等级，比如说有一类最高级的是皇家自己建设的东西，自己出钱建的那些规模都极其巨大，然后按照它的那种宫室的样子来建。那我们现在留下来，比如说最著名的龙门石窟的奉先寺，传说当中是武则天捐出她的这个脂粉钱来建的这个大佛。当时它那个石窟的规模会比现在更完整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奉先寺这一组造像。那么这是一类，这是等级最高的，就是皇帝出钱建的东西，他来建设东西。还有一类就是国家下令让各州建的寺院，比如说武则天和唐玄宗下令各州县都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这也是一个高级别的，这是按照国家统一标准来建造的。那么这2类寺庙有可能建造的就跟那个宫殿建筑很像，比如说隋朝敕建的大兴善寺，它就占了进善坊全坊之地，占了一个里坊。它的正殿和当时的太庙是同样的规格，建得很大。然后隋朝的这个禅定寺，那么建了一座330尺高的木塔，是当时城内最高的木结构建筑。
那么还有公元648年，也是敕建的大慈恩寺，当时占了半坊之地，房屋呢有1897间，那么这个规模也很大，分了10几个院子。那么公元658年，那么有一个西明寺，当时占了1/4个里方，它的房屋呢有4000多间，分了10个院子。那么等等，就是这一类都是规模很大的，就是皇家呀，或者这个国家呀，什么出钱来建的。那么第3类呢，是这些什么诸王啊、公主啊、贵族啊、富商啊，他们出钱来建造的这样一些类型的东西。那么这些呢，就可能规格就会比较低一点，比如说它的建筑的面宽不能超过7间。就可能跟贵族的府邸啊什么差不多，就是这等级就降下来了。那么第4级啊，就是地方上啊或者这些乡里头啊自己建的东西。那么他们呢，这个形制就更低一点，比如说他们不能用府殿的屋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规定就出来了，那么规模就比较小。所以唐代的这个寺庙呢，大致可以分成这样的一个4级。唐代的寺院分为4个等级，第1等级是皇家自建寺院，第2等级是国家下令各州府建的寺院，第3等级是诸王、公主、贵族、贵官、富商出资建造的寺院，第4等级是地方乡里建造的佛堂。那我们有一张图，是当时长安城里头主要寺庙的情况，分了几个等级。比如说有些是我们知道有确切位置的，有些是大概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长安城里的庙是很多的。这是非常著名的唐的青龙寺，这座寺庙实际上它跟外界的联系也非常广泛，包括跟日本的佛教界之间的联系都非常广泛，是吧？这是青龙寺。那么它也是占了差不多半坊之地，这样的一个规格。唐代的建筑的格局跟我们今天看见的寺庙的格局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么这一类的格局的方式，当然我们现在在中国现存的这些寺庙当中，唐代完整格局的东西一个没有啊，我们都是留下的零散的那个建筑，比如说大殿，佛光寺东大殿，这是唐代的，但是那个寺院的格局都是后来变过的。我们知道这边文殊殿是金代的，然后剩下的建筑是清代的啊，那些都变了，格局都变了。那么唐代的寺院的这种格局，我们现在留下的很少，基本没有了。但是在朝鲜半岛也好，在日本也好，还有一些啊，我们可以来参照。另外呢，还有一些文献，来反映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戒坛图经》，那么它就有一组这个寺庙的一个标准的格局的形式。那么这个时期，如果我们看唐代寺院的格局，应当基本上是廊院，就是一圈廊子，然后围绕着一个主殿，都是这么一个院一个院这样的一个布局的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应该在唐宋时期是主要的一个平面格局，那么跟后来到了比如说明清时候那种四合院的形式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几个标准的这个寺院的这个格局的形式的图给大家看啊，然后你会发现它也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大廊院，然后中间是主殿啊什么这一套东西，然后边上有很多小院，各有各的功能。然后实际上这个寺庙的那个格局，你会发现跟唐长安很近，是吧？里头也是有一些街道，是吧？分隔出来不同的院子，然后不同的院子有不同的功能，然后中间是一组主要的。那么这个形式，这样的一种布局的形式，其实你在藏传佛教的寺院当中还可以看得很完整。有一组主要的举行仪式的建筑，然后它还分成各个学院，然后喇嘛的住宅、僧侣的住宅，然后一圈一圈的这个，好像一个小城一样，远远一看就是一个
小镇。我们做过一个寺院的这个工作，叫做拉卜楞寺，它在那个一个小城里面，它就占了半个城那么大，然后它简直就像一个小镇。相比之下，那个镇好像都完全是为它服务的，就没有它那么重要，变成这样的一种形式。实际上，这种形态在唐代的寺庙当中，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复原，对唐代景福年间的那个重修的闽中寺的一个复原，两边两个塔院，中间都是大殿。这到唐代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个我们知道，早期的寺院可能中心是塔，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我们看到很多寺院的遗址，像云冈石窟上头那个北魏时期的寺院，一圈是僧房，中间有一个塔的遗迹，这样的一个格局非常清楚。那么就是以塔为中心。那么到了后来，就是以殿为中心，以殿阁为中心。比如说，像到了后来辽代的这个蓟县独乐寺，那就是阁为中心，然后它其他的是围绕着它，变成这样的一种格局。那么到了唐以后，大殿佛像变得更重要。龙门石窟的奉先寺，这是我们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唐代的石窟。当然，我们唐代石窟留下还不少。那个敦煌，我们留下了很多唐代的石窟，然后唐代的石刻，特别是在四川地区，那很多了。但是龙门石窟是一个皇家的，是武则天建的这样的一个石窟，它的等级非常高，而且它的造像的水平也是反映了唐朝的那样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艺术风格。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石刻，是吧？就是乐山大佛，这是唐代的一位老僧人花了自己一辈子来做这样的一个像，他都没有做完，然后后来的人才帮他完成的。山有多高，佛有多高，一个巨大的佛像，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佛的坐像。发米扬的那个佛是站像，它是一个坐像，坐在那儿的一个佛像。那我们想，这些作品或者说这些石刻，那么它反映了一个唐朝人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对于佛教的虔诚，发大誓愿把一个山要雕成一个佛像，靠自己一己之力要把它做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功德，这是他的一个虔诚。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大佛乐山大佛通高是71米，太巨大了，然后头高就是14.7米，这样的一个雕像是吧？太大。那么当然还有敦煌石窟，是吧？保存下来大量的盛唐代的那个窟龛里头的那个壁画丰富的不得了，然后塑像、彩塑。那么唐代也是一个开凿石窟的时代，开了大量的石窟，有大量的石刻保留下来。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讲北魏，我们前面提到北魏，那么它在开凿云冈石窟初期的时候，它是大像，就中间做一个巨大的佛像，然后两边是菩萨或者力士或者是弟子。那么后来就转化为塔心柱，就是在洞窟的中间留一根柱子，留一根石柱，它都是凿的嘛，留一根石柱，然后这根石柱做成塔的样子，就好像这个寺庙中心一座塔，然后周围是你修行的地方，然后有一个通道是你朝拜的地方，变成这么一种形制。那么到了隋，是吧？再晚一点的时候，就开始那个塔心柱变化，就变成了一个佛台，是吧？上头供奉佛像，可能不再是塔心柱了，然后变成绕着这个佛台转，这么一种格局。然后再晚一点，到盛唐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了前后两室，前头是一个礼拜空间，然后后头进去，这个房间里头，然后全是佛像，在佛台上有佛像，有卧佛等等，是吧？就这种形制变成两个。那么再晚一点，那么可能就变成了有一个大空间，然后头上是一个佛台，上头供奉佛像。那么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石窟在那个雕刻的过程当中，在那个开凿的过程当中，它逐渐的脱离了所谓印度的那种石窟的模式，而转变成一个汉地寺庙的或者甚至大殿的空间的模式。特别是我们保存下来隋唐的这些石窟，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
隋唐佛寺布局特点。隋唐时期的重要佛寺多沿用当时宫殿的布局，以矩形院落为单位，院落南北开门，周围有回廊，主殿建在中心院落的中央，左右有廊与院落东西廊相连，形成日字形平面。佛殿前后建塔及讲堂，则为佛寺区别于宫殿的布局特色。在中心院落的东西廊外复建若干小院，南北串联，有多至4、5院的。诸小院或附在廊外，在廊上开门进入，或在东西廊外辟南北向，向之外侧建院。